平原上随处可见丈许高的仙草，叶片上流转着莹润的灵光，有的仙草顶端还结着朱红色的仙果，散发着诱人的灵力波动。地面不时隆起一条条青色的脉络，那是裸露在外的仙脉，隐约能看到淡金色的灵气在脉管中奔涌，如同大地的血脉。这里就是神韵平原。陈平心中暗惊，他曾在五重天见过不少灵脉，却从未见过如此密集、如此精纯的仙脉群。但是这片平原上的资源，恐怕就抵得上五重天半数势力的总和。神国能坐拥这样的宝地，难怪能成为六重天的顶级势力。被捆着双手的神国公主感受到熟悉的气息，脸色却愈发难看，别过脸不去看下方的景象。显然对这片滋养了神族的土地只剩抵触与厌恶。再往前就是神国神都了。公主的声音带着几分冰冷，神都外有3重结界，只有持有神国令牌或神族血脉的人才能进入，你若想硬闯，只会被结界的神力撕碎。陈平没有接话，只是目光锐利地扫向前方。果然，在平原尽头，一座巨大的城池轮廓渐渐清晰。神都的城墙是用淡金色的神石砌成，高达100丈，城墙上刻满了繁复的金色神纹，神纹流转间，一道无形的结界笼罩着整座城池，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压。城门口站着数十名身着银色战甲的神卫，每一名神卫的气息都在地仙境7品以上，手中长枪上的双翼神纹熠熠生辉，戒备森严。陈平带着公主缓缓落在城门口，刚一落地，2名神卫便立刻上前，长枪直指陈平，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神都，还不快放开公主殿下！公主抬起头，冷声道：我是自愿跟他来的，让你们统领出来见我。神卫们对视一眼，脸上满是惊疑。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找回公主，如今公主竟被一个人族修士带来，还说自愿前来，这让他们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。其中一名神卫不敢耽搁，连忙转身朝着城内跑去，显然是去通报了。其余神卫虽未收枪，却也没有贸然动手，只是警惕地围着陈平与公主，目光死死地盯着陈平，生怕他对公主不利。约莫1炷香的时间，城内传来一阵清脆的环佩声，一名女子缓缓走来，她身着一袭淡紫色的宫装，裙摆上绣着精致的鸾鸟神纹，乌黑的长发挽成飞天髻，插着一只赤金镶宝石的发簪，肌肤白皙如玉，眉眼间带着几分妩媚，却又透着一丝沉稳。她看起来不过20出头的年纪，气息却已达到地仙境8品巅峰。女子走到陈平面前，目光先扫过被捆着双手的公主，随即落在陈平身上，语气平淡，却带着几分审视。这位道友，多谢你将公主殿下送回神都。我是国主身边的幕僚，名唤紫渊，不知道有高姓大名，此次送回公主，可有什么需求？陈平看着紫渊，心中暗自思索，神国国主的幕僚竟如此年轻漂亮，且修为高深。寻常修士若想爬到这个位置，至少需要数百年的积累，而紫渊看起来如此年轻，要么是天赋异禀，要么就是有特殊的门路。再看他身上的宫装，虽不是皇后嫔妃的规制，却用料考究，与寻常官员的服饰截然不同。且他看向自己的眼神中，除了审视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戒备，那是常年待在权力中心，习惯了权衡利弊的人才有的眼神。陈平心中很快有了猜测，这紫渊恐怕不只是国主的幕僚那么简单。神国国主年事已高，身边需要人照顾，而紫渊既年轻貌美，又有足够的修为和心智，说不定就是国主的枕边人。平日里帮国主处理些琐事，偶尔也能以幕僚的身份参与政事，既掩人耳目，又能随时待在国主身边。想到如此漂亮的女孩被一个老头子压在身下拱，陈平就感觉有些心疼。不过陈平并没有表露出来，而是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笑容，拱手道：在下陈平，此次送回公主并非为了什么赏赐，只是偶然遇到公主殿下独自在外，
担心他安危，才冒昧将他送回。毕竟神国与神殿即将联姻，公主殿下的安危关乎着六重天的稳定，在下不敢坐视不理。他特意提到联姻二字，既是试探紫渊的反应，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显得更合理。一个关心六重天局势的修士送回迷路的公主，总比一个别有用心的修士更容易让人放下戒心。紫渊听到联姻二字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，随即又恢复平静，笑着道：陈道友倒是有心了。公主殿下刚回来，想必也累了，先让她回宫歇息，我带陈道友在神都转转吧。陈平点头，好的。紫渊不再多言，命令神卫把公主带走了，而他则转身领着陈平朝着城内走去。神都的街道宽阔整洁，两旁的建筑皆是用神石与仙木建造，雕梁画栋，处处透着神族的奢华与威严。街上的神族修士来来往往，看到紫渊都躲开，显然对紫渊的身份极为忌惮。青石板路被晨露浸得微润，泛着淡金色的光泽，两侧神木的枝叶垂落，将细碎的阳光筛在陈平肩头。紫渊走在前方半步，鸾鸟纹裙摆随着步伐轻晃，看似漫不经心，余光却始终锁着陈平的神色，每走几步便会问陈平几句。陈道友瞧着面生，许是刚到六重天不久。紫渊指尖拂过街边摊位上一枚嵌着灵玉的发簪，语气轻缓地向闲聊。六重天不比五重天，势力盘根错节，倒有一个散修敢独自走动，胆子倒是不小。陈平正盯着摊位后神族摊主倨傲的脸，闻言挠了挠头，笑得有些憨。我来六重天也没几日，就是想看看热闹。之前在五重天待腻了，听说六重天有神国这么气派的地方，就想来瞅瞅，哪晓得还能遇上公主殿下。他刻意加重热闹二字，眼神落在不远处一群围着仙果争论的神族孩童身上，仿佛真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散修。紫渊脚步微顿，侧过脸时眼底的审视更浓。哦，那道友在五重天是做什么营生的？散修日子不好过，道友能修炼到地仙境一品，总该有些谋生的本事吧？他这话看似关切，实则是在套话。若陈平背后有势力，定会在谋生本事上露出破绽，或是提及某个宗门的产业。陈平却像是没听出弦外之音，叹了口气，还能做啥？帮人跑跑腿，寻些低阶仙草换仙石呗。有时候运气好，能捡着别人丢的肺腑纸，俺就自己琢磨着画。没想到这次困公主殿下，竟真用上了。陈平说着，还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黄符，上面的符文歪歪扭扭，一看就是初学乍练的模样。你看，就这破玩意儿，俺还以为不管用呢。紫渊的目光在符纸上扫过，指尖下意识凝聚起一缕灵力，那确实是最低阶的困神符，灵力波动杂乱，别说困住神族公主，连地仙境一品修士都未必能绊住片刻。可他分明记得城门口陈平禁锢公主时，那道金色灵力凝练得如同实质，绝不是这种废符能比的。道友倒是好运气。紫渊压下心头的疑虑，转而指向街尾一队路过的神卫。前面那些是负责巡查西城区的神卫，近日神都不太平，总有些不明身份的修士在附近游荡。道友若是闲逛，可得避开那些偏僻巷子。他故意提及不明身份的修士，想看看陈平是否会对神卫封城门的事有反应。陈平却只眯着眼瞅那些神卫的银色战甲，嘴里啧啧称奇，这盔甲真亮，比我在五重天见的那些当兵的家伙事儿气派多了。要是我能有一件，出去跑腿也没人敢欺负我了。他说着还伸手想去碰神卫的甲胄，被神卫冷冷瞪了一眼，才讪讪收回手，完全没接不明身份修士的话茬。紫渊看着他这副魂不在意的模样，心头的疑惑非但没消，反而更重了。他不信一个能困住公主的修士会如此粗鄙无知，可陈平的言行举止毫无破绽，无论是对神国的敬畏，对宝物的贪念，还是对关键问题的回避，都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底层散修。前面就是望月楼，是神兜里少有的能让外人进去的楼阁。道友要不要上去坐坐？紫渊突然改变方向，
引着陈平往一座雕着云纹的阁楼走。楼上能看见神都大半景色，道友既然是来见识的，正好上去瞧瞧。他盘算着换个环境试探，或许在高处看到皇宫或封印之地时，陈平会露出马脚。陈平立刻眼睛一亮，快步跟上。好啊好啊，我还没站过高楼看风景呢。他3步并作2步走上阁楼台阶，全然没注意到紫渊落在他背后的带着冷意的目光。他已经决定，不管陈平是不是真的散修，都要派人盯着他，一个能在地仙境一品就困住神族公主的人，绝不能放任不管。刚上阁楼2层，就听见邻桌2个神族修士低声交谈，其中一人提到雷音山封印又异动了，另一人连忙捂他的嘴，警惕地扫了眼四周。陈平端起桌上的茶水，假装喝茶的动作，耳朵却悄悄竖了起来，而紫渊就坐在他对面，将他的小动作尽收眼底，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。他倒要看看这个装傻的陈平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这时一阵阵朗朗沉读的声音吸引了陈平。陈平循声看去，发现在望月楼不远处竟然有一所学府。陈平望向学府内的学子，只见他们身着华服，面色红润，举手投足间带着神族与生俱来的金贵。可那股子精气神在陈平眼中却透着一股子迂腐劲儿。看到陈平的眼神望向那些学子，紫渊这时一脸高傲地说道：这是我们神国最高贵的学府，在这里读书的都是天才。我们神族修士不只是一味的修炼，还要学习知识，陶冶情操，修炼自己的内在精神。如果没有内在的精神，只知道一味的修炼，那就成野蛮人了。原来神族修士都如此高雅，可我听说神殿的修士中很多都在练习邪术，神殿内的修士好像也都是神族。陈平淡淡地说道。紫渊一愣，随即说道：神族的族群庞大，有些垃圾也正常，反正我们神国的修士绝对都是高雅之人。陈平嘴角微微勾起，扯出一抹似有若无的弧度，那笑容里藏着几分戏谑，并未顺着紫渊的话夸赞神国子民的高雅。紫姑娘在这学府读书都学些什么经世子集呢？陈平好奇地问道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漫不经心，实则暗自打量着周围的环境。这学府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灵力波动，与神都街头的喧嚣截然不同，似乎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力量。既然你对学府如此好奇，那我就带你去参观一下。紫渊带着陈平走出望月楼，直奔学府而去。紫渊见陈平望着学府的眼神充满好奇和震撼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迈着莲步走进学府。学府两侧都是神位把守，可见到紫渊全都行礼，没有任何人阻拦，足见紫渊在神国的地位。要想了解我们的学府，必须要去藏书阁好好研习才行。紫渊把陈平带去了藏书阁。这种重要的地方，紫渊竟然都敢带着陈平来，陈平都十分意外。紫姑娘，你我刚刚相识，就带我来藏书阁，难道你不怕我窥探到你们神族的秘密？陈平好奇地问道。哈哈哈，这藏书阁内只是一些我神族的典籍，记载着上古的辉煌，传承着先辈的智慧。学子们在此研习，既能领悟天地治理，又能修身养性，习得礼仪之道。你若是想学，也可以看看的，到时候就不像那些低等世界的修士，只知打打杀杀，毫无底蕴可言。他说话间，眼神有意无意地扫向陈平，话语里的轻蔑之意毫不掩饰。陈平心里冷哼一声，面上却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容，踱步走到书架前，随手抽出一本古籍，翻开一看，上面记载的尽是神族的荣耀史，对其他种族多有贬低之词，文字间充斥着傲慢与偏见。所谓的神族，也只是人族而已，只不过有些修士感觉自己天赋异禀，身份高贵，刻意把自己跟着人族分开了，多出一个神族。久而久之，神族越来越大，毕竟很多修士都以是神族身份而高傲。陈平不动声色地合上书籍，转头看向紫渊，问道：紫姑娘，依你之见，这读书与修炼究竟哪个更为重要？紫渊柳眉轻挑，不假思索地回道：自然是二者皆重。
修炼能提升实力，护我神族尊严；读书则能明心见性，让我神族永享文明之光。陈道友，你来自五重天，想必那里的修士只专注于修炼，却忽略了内在修养吧？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观察着陈平的表情，试图从他的反应中找出破绽。陈平心中暗忖，这紫渊果然步步紧逼，不过自己又岂会轻易露馅？他微微摇头，故作感慨道：“紫姑娘所言极是，五重天的修士大多为了生存奔波，确实无暇顾及这些。我也是有幸能来到神国，见识到如此昌盛的文明。只是我在想，若一味沉浸于古籍之中，忽视了外界的变化，这实力又该如何提升呢？”